哎，小伙伴们，看，一位从东京来的老哥，穿了今年的波士顿，也是去参加的波士顿，是在东京马拉松跑出的 BQ 去的波士顿。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说，有一位小伙伴说，都算好了，15号我是第3天要来偶遇，然后今天在那儿折返，还送了我他们在东京跑团的衣服，我看中跑联，感谢龙马精神，龙马精神，这衣服挺漂亮的。明天可能穿不了，这个太冷了。但是我们约好了去东京要拜访这位老哥，真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好，感谢也终于见到这个，老哥太客气了。就是以后小伙伴们偶遇我或者怎么样，千万别客气，您就喊我，您也千万别说我说不好意思受不了，我跟这身材练的。耶，您介意吗？55了，小伙伴们，50之后才开始跑步的。波士顿跑了多少321，3小时21，又 BQ 了，等于还能再去。行吧，我们合个影，不跟你们聊了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2月15号星期五，看天都亮了，今天好开心啊！刚和老哥分开，老哥特别认真，好多天前就发了评论，算好了15号我是第3个训练日，从东京来大阪出差。刚才一路跟老哥聊了大约有10公里的样子，现在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20多。跟我说现在一周要跑100多公里，一个月400多公里，而且工作应该是挺忙的，特别和善，然后特别努力。2020年才开始跑步，所以真的是跑步这个事情特别能感染人。我最近就一直被各种小伙伴感染着，跟我说他们在东京是一个华人跑团，然后也有当地人一起训练。我说到东京一定去拜访他们的训练。我今天有点受宠若惊，老哥太客气了，而且跟我说在东京的跑团里也有咱们频道的观众，还说在认识了国外的跑团的小伙伴，国外跑步的小伙伴，也有咱们频道的观众。我真的没想到咱们这个，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个体，我总说时代的一粒沙嘛，是吧？能够慢慢的我们互相影响。其实要没有屏幕前的各位，我可能也不会这么努力。今天下雨了，今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3点半，雨挺大的，我想完了，跟约好的小伙伴他不能让人家下着雨跑步啊。后来我出门的时候是5点20，雨停了。我脑子里当时在想，会不会碰到呢？我想我的感觉，第6感是肯定可以碰到的，因为我觉得认真的人总会认真起来。感谢，再次感谢。这两天这边也开始降温了。这周末是杭州马拉松，是吧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零下3度到6度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咱们先聊一聊啊。我有点拿不住这个摄像机了，胳膊太虚弱，一会儿聊啊。不管是评论区还是我的私信里，好多小伙伴都说周末参加杭州马拉松太冷了，怎么办？我可以先跟大家说，就是我的私信啊，我看的没有评论仔细和频繁，因为私信看的确实少，因为太多了，实在抱歉。不只是现在，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就顾及不过来了，但是评论我都会很认真的看。有好多小伙伴说杭州马拉松说零下6度怎么办？我看了看，好像零下3度到零上6度，是比我参加过的所有比赛都冷一些。但是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啊，要看体感温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冷不是问题，刮风下雨是问题。
如果风特大或者下雨，体感温度特低，而且气候条件不好，像这种比赛呢，冲击最好成绩就不可能了。我看好像是只是气温低，我要是说错了，大家纠正我。我可以都跟大家聊聊，因为极限天气我跑过，像波士顿那次那次其实气温不低，当时的气温是10摄氏度，但是冷的都不行了，而且我犯错了。你们看我录像的时候，开机的时候是没有臂套的，对吧？是因为我一直带着臂套。之后第25个 mile， 就是大概40公里的时候，家属在路边给我相机，我就把臂套摘了给他了，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，雨太大了，臂套湿了不舒服。刚摘了我就后悔了，但是再戴已经不现实了，就特别冷。如果是下雨天，就像今年的东京半马也挺冷的，也下雨。那种冷的就是牙打指不打哆嗦那种，已经有点受不了了。这种天气呢，您就注意安全，首先是注意安全，因为一起跑可能比较混乱。然后就穿一次性的雨衣，把自己包住。你要是说我一定要冲击一个好成绩，起跑前就脱了。你看那比赛里有好多人跑了3公里、5公里都没脱，最厉害的是跟我速度差不多，都10公里折返了，都13、14公里了还穿着呢。我估计他是不敢脱了，怕脱了一下太冷出汗了，而且那时候再脱没体力了。这是第一个小窍门。第二小窍门，如果是风和日丽，就是气温低，这个您真的不用怕，0下3度到6度没问题的。它毕竟是个南方的气候，只是说南方的小伙伴可能觉得适应不了，但是真的没问题的。给您的建议是起跑前要保暖，而且现在存包距离起跑还有一定时间，是吧？您就穿旧的衣服就扔掉。我不知道杭州马拉松这块怎么组织的，大多数国外的马拉松起跑之后有那种，就起跑区有那种回收衣服的箱子，你扔里头它就捐了。波士顿就是这样，纽约也是这样。波士顿那天我穿那你们说那个豹纹的小花袄，那就是家属的旧衣服，就穿一件旧的羽绒服，然后穿一条旧的裤子，到时候就扔了就行了。如果没有呢，就买那种特便宜的，然后9块9、19块9的裤子和衣服。您要是现买裤子呢，我建议就买那种就直接就能前后分开的那种，就两边侧边带扣，就跟运动员那种似的，好脱，不用脱鞋，也不用坐在地下。然后这个气温我建议就是在身上贴暖宝宝，在后场的时候，在容易冷的部位，您能贴多少就贴多少，反正起跑就扔了。因为真的跑起来就没事了。你看东京那天那么大雨那么冷，跑起来也就没事了，刚开始跑就没事了。就是赛前别冻僵，冻僵你可能一下就不行了。然后别喝太多水，因为天气太冷了，尤其是刮风下雨的话，如果是刮风下雨，别喝太多水，您上厕所的频率会特别密集。东京半马那天，就我发现的不止一个，我们那个最前面那2排，就等候的时候站那儿就不行了，就只能就解决，就能看出来，虽然雨那么大。就是马拉松赛前保暖很重要，然后热身呢也是很重要。你们看吴向东的广州马拉松的视频发了，你看他赛前的热身，赛前热身就是不能太保守，因为你不差那点体力，真的。
之后就是比赛中了，怎么穿，有什么低温的策略？首先低温没有策略，低温就少喝水，就不用像夏天跑马拉松那么喝水。波士顿我就喝的有点多，后悔了，最后觉得肚子里撑不下了，不知不觉就多了。这个气温我建议就是第一个5公里可以补，就是你赛前渴一点没事儿，省得去卫生间。第一个5公里喝，然后之后2.5公里的水站就跳过了，就可以完全不管。能量胶该怎么吃还怎么吃，这我说过很多次。电解质这事儿呢，其实我觉得吃盐这个事儿啊，有2重作用，心理跟生理。心理也挺重要。我老说我最后不行了，把那种盐丸的片剂含在舌头底下，它也是一种刺激。这个不怕多，你也吃不了太多，吃多了你也受不了。然后怎么穿呢？比赛中，我的建议是这样，还是要穿短裤。我始终不建议穿长裤比赛，除非是像川内优辉夺冠波士顿那年那种极限天气。但是那种极限天气，我也觉得是可以是短裤，把上身保暖做好。短裤这种天气，我建议穿贴身的，穿半弹或者穿压缩。袜子呢，可以穿就是长筒一点的就可以了。上半身呢，你要是说我就是精英，我要冲成绩，那还是穿竞速背心，戴臂套、戴手套、戴帽子就够了。如果你想保守一点呢，就是有袖的背心，短袖的，然后戴臂套、戴手套、戴帽子。帽子就不能戴我这种了，得戴护住耳朵的，就是我去年北京马拉松戴那种，就很舒适。你跑到后边可能还会热。如果你想再保守一点，就可以穿长袖的上衣。还有一种穿法是穿短袖的上衣，穿皮肤衣。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川内优辉夺冠波士顿那年女子冠军的穿着，就那样穿。但是穿皮肤衣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里边啊穿有袖的衣服。你要是穿竞速背心穿皮肤衣特别不舒服，肩膀和腋下的地方，但是那样可能会太热，你得准备着你要舍得脱舍得扔。像那年纽约就是那年纽约那么冷，个位数也是，而且风大，到最后手套我也扔了，实在戴不住，太热了。像去年的北京零上6度，但是北京的冷跟南方那冷也不太一样。零上6度，我戴了手套，存包的时候给忘了，就存进去了，也没带，最后幸亏没带，都觉得有点热。我感觉它的天气预报说零下3度到6度，7点半起跑，可能在0度左右吧。别想太多，想冲成绩的话，也是个不错的天气。今年的大阪马拉松是5摄氏度，我都穿羽绒服观赛了。绝大多数人也都是竞速的背心和短裤。你要是爱好者，就是纯娱乐参与，那就是穿长的压缩裤。我建议穿压缩裤，贴身的反而会暖和一些。穿长的压缩裤，里边穿长袖的衣服，再穿一个皮肤衣，戴一个帽子，戴好手套，就很可以了。这是给大家的建议。唯一跟平常比赛不一样的就是少喝水，其他都一样。跑完以后呢，这个就不归我管了。跑完以后，估计您的高兴心情也就忘了保暖呀，乱七八糟的无所谓了。当时想的就是我跑完马拉松了，我病了也没事了，伤了也没事了，我要大吃大喝一顿，对吧？反正我是这样的，因为准备一场比赛之前太辛苦了，
所以有时候我推荐小伙伴们也是更加的辛苦一点准备比赛，这样呢，跑完以后的成就感可能会更多一点，会更开心一点。今天借着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聊这个，再次感谢这位老哥，感谢东京跑团里还有我们的观众，相信今天会看到这部视频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言语从来未能表达我对您感谢的千分之一、千万分之一。我不是个很自信的人，谢谢，是你们给了我更多的勇气。你们看前面跑过来这位跑者，就是我刚到达大阪，可能不是第2天就是第3天的视频里，他在我前边，我在他后边，在另外一条路上，就是他。就我说这位跑者的姿势很特别，都是熟悉的面孔。因为本来家属跟我说，你可以跟大家聊聊你首马整个过程的心路历程。为什么我现在每天都记录我的训练呢？还有比赛，还有外出参赛的过程，就是这样。好些事情，你可能觉得能铭记于心、记忆一生的事情，可能过段时间也就忘了。我得回忆回忆，跟大家到时候聊聊我的第1次北京马拉松，好不好？我还想着2024年有没有可能能有北京马拉松的名额跑一次，因为我没直通，差4秒。当时真的我说了好多次，很遗憾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最后冲刺的时候还跟人说话呢，还挺高兴。还想着一会儿怎么着，要早知道的话，4秒其实那天不累的。所以今年就看缘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咱们训练之后见了，我直接回家。12月15号星期五清晨7点39，今天晚了，今天出来的也晚，跑了22公里多，因为和老哥分开，我就又多跑了一点。今天是轻松跑，跟老哥聊聊天，平均配速5分19，最后跑回家这一段，跟老哥分开大阪城绕了一圈，也是慢跑。跑回家这段稍微的提了提速，因为长时间慢跑之后，我建议大家在结束训练之前可以冲2组。我也没使劲，提到了4分22，就感觉肌肉会有些弹性。平均心率132，功率188，今天累计爬升了88米，步频195，还行哈。再一次感谢老师，这衣服真的很漂亮。我收到过好多跑团的衣服了，美国的小伙伴，澳洲来的小伙伴，期待悉尼的时候在澳洲可以相聚一下。悉尼可能安排在2025年吧，应该是这样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好吗？感谢大家。东跑连，行，今天跟大家聊聊周末的杭州马拉松，应该几乎赛季结尾了，不会再有了，再有就明年的厦门了。我也有认识的小伙伴要参加明年的厦门马拉松，杭州厦门一冷一热，是不是？不过还是提醒大家，这种比赛马拉松是个极限运动，就算对训练有素的人也是极限运动，一定要以安全为中心。像这种低温下的，您如果感觉跑着跑着头晕眼花失温了，一定要停下就算了。就是其实疲劳不是马拉松的最大敌人，因为多累，其实40多公里走也走下来了。关键就是高温和低温，一个是热射病，一个是低温失温，这2个是很可怕的。所以祝福大家，好吗？我估计赛会会有准备，可能补给站可能会有热水一类的。如果您就是重在参与的小伙伴，就一定是平常心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我们一起努力冬训，明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，我们回评论好吗？那这样，那我们明天再见，大家加油干！